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1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美战略对话镜头下的表演，对抗不可避免啊。那么，中美战略对话3月18号开启第一轮会谈，那么他们之前承诺要说出的一切啊，他们兑现了承诺啊。那么会谈的开场白。这个都很强硬，非常强硬，双方都很强硬。那么，中美两国在拜登时代首次会面，在世人面前呈现出来了，难以不可避免的对抗的这个态势啊。那么参加第一轮会谈的是美国方面是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印太协调员坎贝尔，还有翻译，还有总共10个人啊，双方都是10个人。那么中国方面是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驻美大使崔天凯，还有翻译啊，也是10个人。原计划呢是会谈3个小时。那么会谈之前有个开场白叫 photo call 啊 ，photo call 通常是一场外交谈判的开始。那么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的意思就是为了给这个，因为外交谈判其实是不公开的，外交谈判从来不公开。那为了给记者呢一个交差的方式啊，就是让他进来拍会场，叫 photo call。photo call 后来翻译成开场白，其实开场不是开场白的意思。photo call 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然后摄影记者进来啪啪拍照。那有的时候呢，文字记者会在会场里面喊一句，有什么说一句话，然后呢记场就说一嘴啊，通常是讲一句话，或者是怎么样回应一下，也可以不说啊。那么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说一定要对着镜头讲一段话，不是的啊，通常是不讲话，通常只是拍照啊。那么这一次的安排，这个美国方面是用了点心啊，就是上来 photo call 拍照，然后呢每人讲2分钟啊，每人讲2分钟就是8分钟，因为双方有2+2，那么约定是8分钟。那么上来就是美方先说啊，主人家先讲，然后就是中方回应啊，然后回应完了以后，理论上这个就结束了啊，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那么我们就开始讲它的内容啊，布林肯说，我们将会提出我方深度关切有关中国在新疆、香港、台湾的行为，以及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和对我们盟友的经济胁迫的行为，这些行动无不威胁的维持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因此他们不只是内政，我们也因此觉得有义务今天在这里提出这些议题。然后这个沙利文说，布林肯提出的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和军事的胁迫到基本的价值观，都是未来要共同讨论的。这些是美国人民心中的关切，这些担忧不仅是美国的，也是来自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我们不寻求冲突，但更欢迎激烈的竞争。我们永远会为自身的原则、人民和盟友挺身而出啊！这话讲得非常的强硬，而且在言在理啊！然后杨洁篪就被激怒了，杨洁篪就开始一段很长的回应啊！他说，美国利用强大的军事、金融霸权施压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长臂管辖、打压、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妨碍贸易往来。新疆、香港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干涉内政，批评美国人权因为黑人遭屠杀处于低点。那么双方都应该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放弃冷战思维和冲突。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如同领导人习近平说的，就是期盼零冲突、零对峙，相互尊重、双赢合作啊。那么网络攻击能力使用是美国都是冠军啊，倒打一耙是不行的。美国不代表国际舆论，西方也不代表国际舆论。无论从人数或者世界潮流来讲，西方舆论不能被认为是国际舆论。
美国在讲什么普世价值，心里是否踏实？你们不能代表，你们只能代表美国政府啊。那么美国自身有很多问题，很多人对美国的民主没有信心，人权问题根深蒂固。美国要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形象，而不是推广自己所谓的民主。我们两国最好管好自己的事儿，不要转移矛头啊。对于新疆、香港和台湾的关切，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么美国应该放弃冷战思维，重新让双边关系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美中曾经有过对抗，但对抗对美国并没有好处，我们中国是挺过来的啊。然后这是杨洁篪讲了一段很强硬的话。王毅就说美国在会谈前一天对中国发起新的制裁，不是正常的待客之道啊！如果美方试图以此举来增强所谓的对华的优势的话，我恐怕你们是打错了算盘啊！这一场下来呢，本来开场白是8分钟2分钟，总共是8分钟啊，结果时间是这样，布林肯用了2分27秒。沙利文2分17秒啊，杨洁篪上来先讲了16分钟零14秒，而且这16分钟是没有翻译的啊。我刚才讲的这个布林肯跟沙利文是讲一句翻译一句，是2分27秒。杨洁篪上来就一段话就没有翻译，直接先讲了16分钟，然后翻译完了以后，他又讲了3分26秒。这3分26秒是讲一句翻译一句。然后王毅上来就讲了4分钟，所以现场的记者就描述这个场面很混乱，非常混乱。然后美方就抗议中方超时，然后中方说你们先超时的，美国这方面是先超时，这其实就是中美关系的写照啊，就是美国有地主之利，然后中国完全不守规矩啊，就你看中国完全不守规矩啊。这就是中国的表现啊！这个时候呢，这本来就是一人讲一句啊，然后这个记者就撤啊，其实摄影记者已经出去了，然后布林肯说把他们叫回来，我回应一下啊，然后布林肯就说我上任之后呢，跟100个国家的外交首长谈过啊，我听到的跟你说的完全不同啊。那么对于美国的重返，他们高度肯定，美国重新和盟邦深度交往，也听到他们对你们政府采取的行动有高度的忧虑啊，这针锋相对啊。拜登总统还是副总统的时候访问中国，与当时的副主席习近平提到过，赌美国输从来不是个好赌注啊，今天也是如此。美国追寻探索之路，就是知道我们不完美，我们会犯错，我们遭遇挫折，我们倒退，但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所做的就是直接面对这些挑战，坦诚、公开、透明的，而不是试图忽略他们，也不是假装他们不存在，或者是把他们藏起来。有的时候很痛苦，有的时候很不堪，但每一次我们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强、更好、更团结。然后沙利文就补充说一个自信的国家能够这个醒顾自身的缺点，持续不断的寻求改进，这是美国的秘诀。希望今天的会谈，双方带着自信，而不只是演说或者迂回的声明，能解释各自的立场，并指出各自坚守的原则底线、优先顺序，指出长期的策略啊。这个回应呢也是很强硬啊，非常强硬啊。那么杨洁篪就发飙了啊，这是你们希望的对话吗？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我们以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所以我们刚才才阐明我们的立场。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20年前、30年前，你们就没有地位说这个话，因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如果你们要跟我们好好的打交道，那我们就相互尊重打交道，合作对双方有利。难道我们吃洋人的苦头还少吗？被外国围堵的时间还短吗？只要中国的制度对头，中国人民是聪明的，我们是卡不住的那这番话肯定是讲给中国人民听的主要是讲给中国人民听的。
结果呢，结果的情况是什么？第一轮会谈原本是计划3个小时，结果开了4个小时啊，比计划增加了1个小时。原本开放给photo call 啊，就是开放给记者的采访的时间8分钟，结果变成了90分钟啊，双方就是你来我往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来分析分析这次开场这第一轮啊，这一轮其实这就是个开场白，因为都在记者的镜头之下啊，双方表现得很充分，然后也没有虽然第一轮讲话都是准备好的稿子啊，但是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双方的表现都是叫什么？叫这个真情演出啊，那么没有这个剧本啊。那么我们先讲4个人的背景啊。布林肯是克林顿时代的总统特别助理啊，战略规划高级总监，然后兼国安会演讲稿的高级写作总监啊。这布林肯在奥巴马时代呢，他做了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然后是副国务卿啊。沙利文呢，就资历就没有这个布林肯那么深啊。他是接替布林肯担任这个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因为这个沙利文是先做了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然后跑到去做什么呢？去做这个副国务卿然后他就去接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其实跟这个布林肯他们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你看现场都能看出来。双方在那递纸条啊什么的，他们2个之间配合非常默契啊。王毅呢，先说王毅啊，王毅就是驻日大使出身啊，驻日大使出身。那么布林肯跟沙利文其实不完全是外交官，虽然这个布林肯做过副国务卿啊，但是他并不是外交官，他是安全顾问，就是政治顾问出身。但是王毅跟杨洁篪都是职业外交官啊。那么王毅是驻日大使出身，那么做到外交部长，然后还去做过台办主任，他做过一段时间台办主任，然后再回来做外交部长啊。那么他是中国外交部里面少有的知日派，就他一直在跟日本打交道，他其实主要的不是跟美国打交道。所以你可以看啊，王毅在这场谈判过程当中全程陪读打酱油啊。那么而且王毅的风格是很喜欢作秀啊。像他们进场的时候，这个杨洁篪跟记者点点头啊，虎着脸跟记者点点头进去了。王毅挥手不一样啊。王毅是很喜欢秀啊。重点讲杨洁篪啊。杨洁篪是上海人，那么上海外语学院文革来了以后就下放，然后到了72年中美关系解冻周恩来就把这些外语学院的这个学生招回来，送到哪里？送到英国进修啊。那么去先后是伊顿公学都是很好学校，巴斯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同期公派的有谁呢？有他的太太叫岳爱英岳爱妹就是这太太同期一起去的。还有谁呢？王光亚。王光亚是谁呢？王光亚是原来外交部的副部长，然后后来做了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是外交部派到港澳办去还有王光亚的太太陈珊珊陈珊珊是谁呢？陈珊珊是陈毅的女儿所以王光亚是陈毅的女婿然后沙祖康是裁军大使就是裁军司的司长都是外交部的周文重就是接替杨洁篪做驻美大使后来是副外交部长还有个就是龙永图是谁呢？龙永图经贸部副部长，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就是这一票人。你可以看一下当初送到这个中国外交部就主流是什么呢？主流其实就是外语派，就是外语学院派。外语学院派是外交部的主流那么他们都是学外语出身的
那么他后来呢就去了这个大外交部做助理、做大使、美大司。其实杨洁篪就一直在做中美关系做美国的工作。先是做美大司，然后做副部长，然后是他3次外派，3次都是去美国。然后他在美国，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里面工作了12年，做到副部长，后来做部长。他在美国的这个驻美大使馆里面工作12年，跟谁的关系最好？跟布什，老布什关系非常好。那么布什家族在某种情况下，包括老布什，包括小布什在某种情况下会约杨洁篪私下沟通。他是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官方沟通渠道私下沟通，我们找个地方谈一下，就这样那么杨洁篪在美国的国务院给杨洁篪呢有个外号叫 Tiger Young。Tiger Young 是谁给他取的外号呢？其实是老布什给他取的外号。为什么叫做 Tiger Young？ 因为他非常强硬，他非常了解美国人他非常会做美国人的工作。所以杨洁篪一直解决中美关系都是派杨洁篪出马，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我们看现场看各方表现杨洁篪其实很厉害，他很能抓住美国人的心理，也能抓住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讲的很多话是有针对性的，那么他表现出来最强硬，也最理直气壮。你看他的态度不是那种你看这个中美两方的态度最突出是杨洁篪的态度就是理直气壮而且他一句话讲出来是讲给对方听，又讲给中国记者听。他是话分两头，就是他一句话两边都管用就是讲给中国网民听，也讲给对方听所以他讲的话呢就有针对性，也有的时候还很扎心但是杨洁篪老了反应没那么快了所以你看他讲话一口气讲了16分钟，讲16分钟的原因是语速慢，所以他讲16分钟。那么另外一个老人是谁崔天凯是真老了，那头发全白，掉的也差不多了老态龙钟。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崔天凯是发言人后来做了驻美大使那王毅呢？王毅的表现就有点像复读机了没气场杨洁篪是有气场，王毅完全没有气场，他完全是属于表演性质那么布林肯是有外交经验的，所以你可以看布林肯是这场会谈的主导者，而且他很清楚他要表达什么，他反应也很快，基本上反应非常的快。然后你也可以看到美国方面呢，他是个团队这是底下递纸条，你在发言的时候他旁边写纸条递给他，提醒他们是个团队沙利文跟这个布林肯，包括他们的助理，包括坎贝尔也在写纸条递来递去这是他们。所以沙利文不是主角，但是沙利文是主脑。你看他大体的方向性的东西，原则性的东西都是沙利文在说他拿主意出主意拿主意，他跟布林肯的配合很默契现场这个表现就是这样然后这一场会谈呢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第一次中美交手那么有几点第一点，美国态度非常强硬在外交层面上非常不客气，不给面子，上来布林肯啪把他们想说的全说了完全不管中国的底线那么他的这个表现中国其实是预料到了。为什么？你看一下杨洁篪的讲话稿杨洁篪讲话稿完全是针对布林肯的那个表达其实大家都知道对方想说什么都是知道的所以这个杨洁篪
发飙反驳，针锋相对然后这个布林肯表现出来的强硬呢，布林肯表现出来的强硬符合他在这个会谈之前对外界的陈述，就是他说了他需要说的东西，因为他之前承诺我要在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那么这里面有2个，第一个当然这就是应对来自国会、来自这个共和党的压力那么觉得美国政府应该对华强硬那你看我强硬了吧，这就是应对压力的一种方式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当然双方会谈，那我这个输仗不能输气我这个气势要在这里，我得上来先之前炮火准备各种措施上然后现场我得先把这个该说的话说出来，所以这个基本上布林肯的强硬主要是基于这个，我们可以讲外交是国内政治的一种投射是投射到外交上那么这是第3，第4，杨洁篪表现出来的强硬和布林肯是不一样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种回应杨洁篪的强硬这是第一个，但这不是中方的立场，也不是中方的原意，中方是来解决问题的，解决什么问题？中美关系现在中断处于一个低潮，中国接受不了，中国要恢复中美关系，所以他不是来显示立场，说我表达我强硬立场，没有，中国没有这样的初衷。那么中国是来搞关系的强硬不是原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方在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我之前讲复读机是画红线，不断的复读画红线，为什么要画红线？画红线的原因是因为拜登政府时代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没有了，就是红线没有了。红线是什么？红线就是政治基础那没有了，就双方已经谈崩了，等于是。那么那拜登政府一上来，那既然没有政治基础，那我就想办法画这条红线，告诉你红线在这里，红线在这里，不要碰。这就是所以你布林肯一上来把我们的红线全给踩了，那怎么办？我必须强硬回应。如果不强硬回应的话，那我后面的谈判怎么谈？没法谈，我就没有我的底线了。这是我的底线，不能碰。所以杨洁篪的这种强硬也是底线，这是底线意识。我们经常讲，习近平带给这个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底线意识，这是我的底线，不能碰。所以一碰呢，我就强硬，强硬就是告诉你这里地方是不能碰这是他的态度所以基本上可以讲，就是布林肯也好，这个杨洁篪也好，双方的表现基本上符合预期预期差不多就应该是这样，只是场面上难看一点场面上难看一点。那么这是场面上难看，就是这个特征什么呢？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场景，这个典型性的场景象征的什么？象征的中美关系的未来的状况就是不好看，中美关系就是不会好看，就是这样子那么以前我们叫什么？以前人情往来叫看破不说破我看见这个样子，但我不说不说破它，我可以点你，我可以暗示，我不说破，叫看破不说破。那么外交场合通常是什么呢？叫点破不说破。我有些问题呢，我想提出来，但我不会用大白话来讲，我会稍微含蓄一点。外交场合讲外交礼仪嘛就是叫做点破不说破，在通常的外交礼仪，它外交场合是这样那么中美之间以后是什么个情况叫说破不打破什么意思？以后中美之间都不客气了，就是上来我有什么我就直说，没有什么外交礼仪了，直接就是外交礼仪是点破不说破，我现在就直接就说破，
但是又不能打破，不能够掀桌子，掀桌子不谈了，不行，还是要谈，所以叫说破不打破，就是场面一定是不好看的了。所以可以说，所以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你看这一次谈判，你可以看出来，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根本性的改变啊，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要对比才能知道改变了什么。我们先说川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川普时代的中美关系有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第一个阶段是中美贸易战之前。中美贸易战之前，美国对华政策完全是模糊的，没什么特点啊。这个川普也不大重视中美关系啊，觉得那个不是太大的事儿。川普还是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啊，所以川普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中美关系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啊，这是一个。到了川普觉得要中国买东西啊，进入选举的射程范围的时候，川普想起了中国了，让他买东西了，所以中美贸易战一开打，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中美关系开始紧张，因为就开始打中美贸易战。但是呢，川普的团队有一个问题啊，有个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后来最近美国出来讲啊，告诉中国你别打这个主意了。这跟川普团队有关系。川普团队呢，他比较方向不一致啊，就你比如说像莱特希泽就死抱着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啊，就是中美贸易所有影响中美贸易协议的都不能碰，所有的政策只要碰到这个都强力反弹啊，所以他又得到了川普的信任，所以这是一块势力啊。然后包括谁呢？包括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跟他是差不多是一伙的啊，基本上他们两者是比较亲共，在很多政策上面，特别是姆努钦是非常的，所有的影响这个金融市场的全部都踢掉啊，基本上是这样。他们这两个变成一个守门员，然后呢，比较激进、比较强力反共的呢是这个蓬佩奥和军方啊，军方是非常强硬的，对华强硬派。那么他们形成一个不太一致的立场，所以你可以看在中美关系当中，蓬佩奥有的时候呢就不管，就稀里哗啦就往前跑呢，但是底下呢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那些部门呢又不配合，因为你财政部也好，这个贸易谈判代表也好，他们就不一样，他们立场不一样，就是美国国务院出的很多政策就很虚，因为你没有实在的政策配套跟上，所以经常的情况是什么呢？经常的情况就是国务院翻脸，但是呢，在大帽子底下没东西。当时的川普的政策，所以你可以看川普政府非常强硬，但是没有出几个能够真正对中国有影响的政策。真正有影响的政策还是商务部、财政部这个贸易谈判，贸易代表署能够对中国有影响，因为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在这个阶段就是中国赔个笑脸，然后后面的事全化解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可以看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呢，就是中国就抓住了什么呢？抓住了川普的一个核心要点，中美贸易协议。中美贸易协议变成了中国牵制美国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好，到了第三阶段是什么？到了第三阶段就是真翻脸了，就疫情来了，就因为疫情打破了川普总统的这个大好局面啊，本来经济又好，就业率又高，这个经济增长情况又好，这个股市又好，
川普觉得我当选连任十拿九稳没问题，结果你一场疫情下来，我这个灰头土面，这场仗不好打，这一翻脸直接断了。川普总统把这个双方的外交关系，不仅仅是外交层面，他底下的民间和半民间的沟通渠道全部关闭，就到后来就直接10月份直接让那个美国驻华大使回来，就没再派新的人去，所以中美关系跌到了历史新低，就是这个情况，这就是当时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拜登政府你从这场谈判你可以看出来拜登的模式是什么？拜登的模式第一个，拜登政府没有不同的立场，这就是之前这个布林肯出来说的就是说之前中国政府利用这个政府不同的这个部门他们不同的立场进行这个叫什么？叫这个火中取栗。现在你不用想了，我们全部是一致的，这是第一个，这是一头另外一个，你可以从这个布林肯的发言和他们做法来看，那么用利益来牵制拜登政府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没有这个故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拜登时期拜登政府在拜登政府之下，中国的对美政策更难搞，非常难搞，非常 tough， 因为你没有东西拿不住它。我们说之前我们经常，你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视频你就知道，你看之前的视频你就知道，其实经常川普政府到后面翻脸全部关掉，那是另外一层面的事。就是在中间这个阶段，就是中美贸易战这个阶段，你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什么？你经常看到的情况，这个走着，美国政府又回去，白宫又回去了。为什么？川普改主意了川普为什么改主意？又影响他的中美贸易协议了，就不干了，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是捏住了川普的这个软肋，但是你可以看这个时代没有这支歌唱，这个故事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拜登时代中国的对美政策非常 tough 非常的 tough 那之前有很多的川普的支持者认为拜登会放弃美国的利益，放弃美国的立场，我不知道那个依据是什么，说拜登很亲共很亲中那我认为这完全没有依据，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所以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中美交往的特征就像这次的开场白，就是说破不打破，场面很难看基本上是这样这就是双方未来交往的模式了。第四我们再讲一下这次会谈的结果会是什么。我相信会有2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什么？第一个结果就是双方恢复正常的外交沟通渠道这是这次进行战略对话的其中一个目标，这第一个，我认为会达成。尽管这个开场白这个场面火爆，但是我认为还是会达成，这第一个。第二个，双方还是会达成4月22号，这个不一定会在桌面上说双方会达成这个2国领导人的这个4月22号地球日的这个视频峰会也会达成这2个成果，但是不一定会说出来那么第5个有一点很微妙就是新华社的通稿新华社发了这个杨洁篪讲话的通稿，基本上把杨洁篪讲话重新写了一遍，我想重新写了一遍就是重新编了一段说辞，这段说辞跟杨洁篪的发言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就不念了说明什么把杨洁篪那些火爆的言论全部删掉然后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9号在回应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提问的时候说由于美方不遵守事先发言时间约定，是美方挑衅在先
挑起争端在先，这当然胡扯，别人就超时了几十秒，你他妈超时十几分钟，这个完全是不靠谱。中国就是不讲，在中国嘴里，事实的界限不重要挑起争端在先，所以双方一开始在开场白的时候就充满了火药味和戏剧色彩，这不是中方的初衷。后面这个是真的这不是中方的初衷，这是真的但是前面这个的美国就超时了几十秒，你超时十几分钟，这是同一性质吗？当然不是。然后人民日报微博呢就剪了一段那个杨洁篪跟那个王毅讲话火爆的部分想讲了人民日报微博那么还弄点这个沙利文跟布林肯递纸条的这个，你可以看出中国的媒体呢守住底线，但是呢相对低调没有太火爆就是在这场这个谈判，你可以看中国那边还是希望还是有所期待虽然这个崔天凯说我们不可能在会议之前，他说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问题那我们这个希望不要太高虽然他这么说，但是你可以从这个新华社的稿件到人民日报、人民网的这个处理来看，中方还是有期待特别期待我刚才讲的这两个好吧，大体上是这样。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那么明谢 Thora 和谢谢归人666谢谢 Jack 王谢谢郭喷塞谢谢。好，观点开门的强硬与闭门的谦卑认错应该是中国的实际操作，结果只能是等最后的谈判结果。闭门谦卑认错我觉得不一定也不会认错，外交场合有伤国体不会谦卑认错，就打个圆场就可以了。外交场合就是保持礼貌就好了，其实我觉得关起门来大家哈哈哈，然后就该谈什么谈什么，我大概是这样以我采访的经验来，大体上就是打开门，在镜头之下该怎么演就怎么演然后记者走了把门一关，然后就哈哈哈一说今天不错今天你的领带挺好，这一下就过去了。这转变不需要1分钟的时间观点都是职业。布林肯虽然不是职业外交家，但是他做过副国务卿那他也是有外交经验的观点，今天的杨洁篪为中国国内的宣传贡献了好大流量，铺天盖地的宣传美国无力外交，都是一部为国人上演的好莱坞大戏。杨洁篪那番话其实是演出来的，一看就是演出来的拿来用一下。它重点是什么它重点是表现出我们泱泱大国的这个风范这是重点提问：杨洁篪在镜头前的一番言论，傻子也看明白是演给谁看，大家也都猜到之后的闭门会议中肯定有些政治交易和经济利益达成，但外人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请问王先生，你对这些猜测有哪些初步判断？依据是什么？我的判断就是双方会恢复外交交往就是现在中美双方外交层面是中断，只能发传真，双方那这不正常。而且美国驻华大使也没有去，现在美国驻华只有个代办，双方不是正常的外交关系，双方肯定要达成一个共识，恢复双方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也是拜登总统的意愿基本上是拜登总统的意愿，就是说你要跟他对抗，你要跟他合作，你要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就讲了，4月22号地球日，双方两国拜登跟习近平要视频通话，这是美国的一个政治需要，所以我相信这个会达成这个，其他我不知道，其他没有谈过。那么在会议上双方会进行各自议题的陈述，我关注香港问题，香港问题我关注1、2、3、4，我关注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关注1、2、3、4，新疆问题1、2、3、4。中国说我关注这个留学生问题，我关注华为的问题，我关注这个中芯国际的问题，1、2、3、4，大家表明，然后你把这个问题记下来，我把问题记下来，知道你的立场是这个，然后我们后面再谈，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会议啊。所以为什么要谈3次？谈3次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中间会不会有利益交换？不知道。外交谈判应该会有一些，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通常会留，你比如说3场谈判前面2场都是 formal 的最后一场可能前面上半段1个半小时做总结，把前面的两场谈判成果总结一下，然后留下半场谈，比如1个小时，双方轻松的聊一聊习主席有什么说法，这个拜登总统有什么说法，然后大家聊一下，所谓的台底交易就是这个时候通常可以谈的那我这个人你是不是放了？这个孟晚舟能不能让他回来？孟晚舟回来可以但问题是我们那个2个 Michael 你是不是会放回来？然后我们还有谁这几个意见人士你是不是给我们放一下？大家可以在这个场合就会谈当然前提是你前面的那些谈判大家觉得气氛还不错，有机会谈，而且大家剑拔弩张，整个会谈过程非常紧张，双方对抗的非常厉害，那后面这场可能就不谈了，所以说后面的这个半段的这种交易得双方都愿意才行。如果你说我们这喝个咖啡怎么样？咖啡就不喝了，那你就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的。所以外交谈判其实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环节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断的有人往外放风这个后台也不断的会往这边传这个今天《纽约时报》说什么，今天《环球时报》说什么，都会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放风，不断的试探，施加压力等等开会讨论就他今天说什么，明天我们下一场怎么样，都是要开这些的提问：拜登政府上台是否是中国回怼的底气？在川普执政时代，刘鹤只能报以微笑，谦卑而谦虚，谨慎这种没有意义这种没有。你要知道，刘鹤跟川普签了这个中美贸易协议之后，中国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工具，对付美国的工具。本来中国没有工具这谦卑的笑一下，你就觉得中国人就觉得很爽了吗？那你就不懂什么是国家利益了观点让人听见的都不是自己心里的底牌，不让人知道的才是将要做的。大家记住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中国人喜欢阴谋政治中国人天生喜欢阴谋政治，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都是阴谋构成的你去看一下，你从《史记》开始往下看，你就知道中国人的历史就是阴谋的历史。中国人很喜欢阴谋，所以中国人对台面上的东西都忽略它。但是记住，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外交层面，无论是台面上还是台下的都重要。台面上是政治，台底下的是利益。政治跟利益都重要都是重要的。就是比如说这场 photo call 1个半小时的 photo call 其实就是政治本身，你能产生政治影响的表现就是政治本身提问：杨洁篪的16分钟发飙没有进行翻译，是否又一次证明中国的外强中干？有翻译，没有不翻译没有不翻译情绪，这是一场事先沟通好的表演，双方回国都有交代。OK，
观点：推特上很多美国人都不忍看完整版本。美国很久没有在媒体面前被任何国家连着指责16分钟。从贫富差距到种族动荡，其实确实是美国存在的问题。中共描绘的这是给全世界面前打主人给狗看，让美国盟友看看我们对美国都可以这样强硬，对美国盟友自然会更强。而有人评价说，这是狼闻到了软弱才会呲牙咧嘴，无比怀念蓬佩奥。如果打嘴仗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你觉得蓬佩奥会把这个谈判谈得更好？我觉得蓬佩奥表现得也很好啊。作为一个国务卿，我认为蓬佩奥表现得足够好。但是可惜蓬佩奥你可以看到蓬佩奥的很多动作，他有很多的构想都没有实现，没有办法实现。没有办法实现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想一下啊。所以我们不是来看打嘴仗，我们要看双方到底进行什么样怎么级别的对抗情况。国内关于中美高层会谈的新闻清一色的说美方开场白严重超时，但只是一句张嘴就来的指责，不给任何证据，甚至不做任何说明。经过整合油管和微博的线索，我统计开场白发言时间，美国发言加翻译一共耗时9分27秒，中方发言加翻译一共42分13秒。OK， 情况：国内微博狂欢，我外交天团吊打美帝主义，有潘石屹儿子的案子在前，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目睹中国外交北韩化，温文尔雅都不要了。中国从来没有温文尔雅。中共建政到现在，中国的外交从来没有温文尔雅过这个没有中共都是以前差不多，以前就是战狼。中共外交部的训练就是战狼训练怎么会温文尔雅？从来没有过提问：杨的历史观是认为西方只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如果给中国足够的时间，中国能够独立发展出西方现在取得的所有成就。想听听王老师的看法。这胡扯西方是不是给中国带来灾难？我们不可能在2句话当中来把这件事情全部陈述完毕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很简单，我就说两点第一点，西方国家有没有占领中国任何一个领土，这个很重要这个领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中美关系当中，中国获利多还是美国获利多，你就谈这个就好了其他的我们就中国独立发展出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没有今天。所以你独立，你关起门来试试，你看看能不能独立。我看是独立不了情绪毫无礼仪毫无礼仪。战狼不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精神病他们不代表我以他们为耻。 OK， 观点：杨洁篪说美国内部很多人实际上对他的民主缺乏信心。对现在是这样的，杨洁篪说的没错。你看一下中文媒体，就是中文媒体天天在攻击美国的民主这不是杨洁篪说对了吗？你可以看到是不是这样美国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美国是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是存在种族歧视，所以我们需要纠正这个，我们要反抗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杨洁篪讲的问题，正好是现在美国现在社会的问题这个没有错的但是中国没有资格指责美国，为什么？中国这些问题，中国根本没有民主连民主都没有你说你的裤子是破的，你看裤子有个洞，拜托，你的裤你是光着的好吗？所以我为什么每次要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辩护，原因是因为我要反抗，我要对抗五毛所以我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辩护。但是美国的确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挺身而出指出美国的问题，让美国进步这才是根本观点：这种外交继续增加在中国投资的政治风险，
会促进外国企业把资金和供应链移出中国，希望中国继续加速啊。OK， 情况，美国人称杨洁篪为 Tiger 杨，不是因为他强硬，是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篪，就是 Tiger 老虎当初的这里面有些故事啊，这些故事我们不讨论了，好吗？杨洁篪是上海外语学院的日语系毕业生，他的外交生涯是从日本开始。王毅是替代杨来日当大使，但王毅来日后就一直没有搞好过日中关系。日中关系恶化是从王毅当上日本大使开始的，他的失败就是一个字傲。杨洁篪一直是，你说杨洁篪是日语系毕业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日语系毕业，但他是留英的啊。然后他的外交生涯，主要的外交生涯就是他在美国的12年，中国驻美大使馆的12年的外交生涯，这是他最重要的外交生涯。情况，年轻人最多的 B 站放出一个完整的1小时版本，已经过100万观看，中国年轻人都觉得百年国耻。在杨洁篪说出我看不吃这一套的时候，已经扬眉吐气。以前美国人是人类灯塔，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而中国人权存在严重问题。那个时候中国韬光养晦，承认不完美，会努力改革开放。现在中共觉得自己的做法才是普世价值，而美国人权存在严重问题。轮到美国说我们承认我们不完美，但我们会努力改进了。是的，一个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你才会进步啊。那么，美国以前是灯塔，灯塔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因为它完美，是因为它愿意照顾其他人啊。观点：中共不装了，撕破脸并不可怕，他们经常这样干。但是这次美国政府开始不装了，这才是可怕的开始。我想，无数的中共官员的心脏都在瑟瑟发抖。观点：布林肯的强硬和放狠话也未必是真的啊，主要还是需要看他以后会实际做什么，到底是实干派还是只是动嘴。非常对。情绪，感觉中方的语言和语气怎么好像回到文革红卫兵时候。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是这样的风格啊。情况，看推特的舆情，美国人虽然也知道这是演戏，但是在美国自己的国土上被中国耀武扬威的训斥16分钟，还是比较失望。布林肯的表现没有受到好评。其他网友回复，美国人对布林肯表现失望，正说明美国人的爱国心。别以为美帝一盘散沙，爱国心其实非常强烈，去看一场球赛可以体会一二。我没有觉得美国人对布林肯表现失望，这是你表现失望而已啊。我没有觉得失望，我觉得布林肯表现得很恰当，他把他该说的全部都说了，而且表现得文明的样子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这个表现失望啊？你说被中国训斥16分钟，那叫训斥吗？他只是表述他的观点啊。你说是训斥16分钟，可见你的位置是坐在哪里的啊？所以我认为你的这番陈述基本上不是事实啊，基本上是你的偏见啊。观点：一场鸡同鸭讲的会议，我们这些韭菜都知道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反而为国内五毛徒增佐料。美国的政客们都是傻子吗？为什么要配合中共演戏？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那你为什么还看这个节目呢？对吗？可见不是嘛，对不对？观点：在评论川普政府的时候，不能忘了他是第一个。又来了，我不念啊，我讲的比你多，好吗？观点：根据土共的要求，香港、台湾、新疆都不能管，也就是对美国盟友的问题也可以放，气候协议可以谈。我认为拜登有可能接受土共的部分要求，比如新疆和香港问题，对土共部分制裁放松，换取土共的支持。对台湾问题不可能放松，当然谈崩可能性也不低。OK，
提问：拜登的基本国策是气候变化，气候必须跟中共合作，这会不会成为拜登的软肋？你找得很好，找得很对，我认为这就是拜登的软肋啊，就是我还是怀疑左右互搏的策略能不能奏效啊？因为你想一下，你有所求啊，你有所图的时候，这不是对方的武器吗？但是你有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武器去抵抗这个呢？比较难吧，我觉得还是有点。你看这场会谈本来，如果美国没有任何的所求的话，你只是一个立场陈述。当然，美国很清楚，要在这场会谈是美国施加压力的场合，但事实上，美国上来就是施加压力啊。实际上，这场会谈是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刚才有一些网友在说那个话，当然，这个明显是看了人民日报，看了这个国内的这些媒体，嗨了一段时间了，再来发言啊。观点：全球变暖对全球的影响是北方变暖，得益者是加拿大、俄国和北欧。同时，亚热带更加干旱，降水减少，会冲击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农业。农业的确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同时中国也无法忽视粮食安全，所以中美在应对气候方面的确可能达成共识。这个我没有研究，我不知道啊。理论上来说，气候变化对所有国家都有影响。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我们看那个德州的那场大风暴产生的影响，你就知道了。一个原来没那么寒冷的地方，突然一下变得很寒冷，你当然应付不过来啊，你电力系统就会有问题。那么你原来没那么热的地方，突然一下变得很热，你也会有问题。所以气候变化对你原有的生活方式、原有的生产方式、原有的经济、原有的社会运作都会带来巨大的挑战。这不仅仅是粮食生产的问题，是人类生存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气候问题，我认识不到那个高度啊，我认识不到一个国家层面的高度。但是我认为气候变化的确是对人类带来挑战，这是没有疑问啊。观点：中美除了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错误和过失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中共的立场是自己永远没有错误，对内对外都没有啊，都是别人的错。这像极了19世纪清政府和20世纪的日本。中国人民遭受来自列强的磨难，难道不是自己造成的吗？中共是一个完全没有自省和纠错的统治机器，加上他崇尚暴力的黑帮文化，不讲原则，没有信用，最终可能将中国再次推向和晚清一样的结局。GDP 再高也是浮云。我基本上同意这个看法啊，就是说，中共当然这是一场外交谈判嘛，外交谈判在外交场合，中共当然不会认错，中共从来不认错。中国人民遭受列强的磨难，我不知道中国人民怎么遭受列强的磨难，我认为中国人民只遭受中国政府的磨难是吧？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这个中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观点：从美方交回记者的情况可以看出，中方预料到美国的表现，但美方准备不足。从几年前习清理队伍的动作就开始了，召唤红二代、官二代，清除裸官。看看目前欧美制裁都在中国的预料之内，欧美自由世界还小看习的话，就可能重蹈二战对希特勒的情况。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观点是什么？美方准备不足吗？美方不需要准备啊，美方是主人我上来就告诉你，我关注这些事情，这就是施加压力他中方的反应重要吗？对于美国来说，中方的反应其实我就要分析一下他的反应就好了。其实对于美方来说，中方的反应也重要，也没那么重要。关键是他的表现，关键是他要把这个压力施加到
这是核心我觉得这场表现，这场外交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网友一面倒的认为杨洁篪赢了这可能是国内的网友比较多其实这是一场外交秀不存在输赢的问题，就是说大家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内政治的投射。杨洁篪说那番话其实是演给习近平演给国内的网友看的。那么布林肯上来表达的那段开场白其实也是给美国国内政治看的所以他们输赢他们的表现取决于什么？他们表现取决于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他们在这场外交秀当中是不是满足了他的政治上的需要？如果满足了他的政治上的需要，他就合格了；他没有满足政治上的需要，他就不合格。所以刚才有人说这个美国人对布林肯失望，我不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从我们来看，布林肯他讲的所有的话符合他之前的承诺然后他该讲的都讲完了，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他是符合他的政治需要所以赢没赢不好说，他肯定是符合预期的那么杨洁篪的表现，我们之前知道杨洁篪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搞关系的。搞关系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杨洁篪是不是能够满足来这次会谈的任务，就要看中美之间到底能不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如果双方谈崩了，大家拂袖而去，杨洁篪就败了他没有完成他的任务。你说让你嗨一下，你使劲嗨呗，对不对？没意义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这场外交谈判的目标，双方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搞不清楚的目标，在这里说谁赢谁输这都完全没找到北提问：美国会考虑取消中国最优惠国待遇，可是这样可能违背 WTO 的规定。请问王老师，觉得这个提议可能通得过吗？美国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肯定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了表示。但是最惠国待遇和 WTO 的要求有重叠有差别那么取消它的最惠国待遇没问题，是可以取消的，因为最惠国待遇是个国内政策不违背 WTO 的规定。 WTO 有规定，WTO 有这个关税等等一方面双方贸易的一些规定，只要美国根据 WTO 的规定实施它对华贸易政策就行了。至于说最惠国待遇跟 WTO 的某些东西是重叠的重叠的你就要服从 WTO， 不重叠的部分你把它取消就取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两件事情不矛盾因为最惠国待遇是国内法， WTO 是国际承诺这是两件事观点：杨洁篪说不吃美国这一套，正好证明了余茂春说的太对。即使美国什么都不做，美国依然是中国的头号威胁，因为美国的制度对中国人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对中共统治造成巨大的危险。这才是不吃美国这一套，美国自由民主这一套才是中共最怕老百姓吃OK， 观点：美国确实有不完美的地方，会犯错退步，不过美国以诚实公开透明的态度，而不是去忽略这些错误，也不是装着不存在，或者是隐藏这些缺失。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缺点，并不断寻求改善，这是美国的秘密武器。而且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盟友伙伴一起合作，能够最好的解决问题。希望双方都能充满信心的进行这场对话，而不是演讲或者长篇大论。你为什么把这个提上来？这是别人的讲话，又不是你的观点观点：中国需要与美国交往，这是个刚性需求，希望中美能够达成共识，有利于老百姓这很中共现今国人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像亲义和团，很失望。布林肯在发言时没有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中国人并不代表
中国人民并不代表中共，美国要对自己的民主追寻有信心，美国人民没有信心，中国人民就不会有信心。提问：美国的制造业是否会是中国拿捏美国很短期的一种办法？为什么？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怎么会被中国拿捏呢？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美国制造业被中国拿捏的手里，好吧。提问：美国在日本跟韩国都有大量的驻军，在亚太地区也有2个重要盟友，这2个国家充当了美国的人肉盾牌那你意思就是，一旦中美发生战争冲突的话，这2个国家必定会遭受打击，这不是让美国的亚太盟友去送死吗？所以美国对盟友究竟是什么态度？究竟是有利可图的目的，还是出于真正的友谊的目的？有道理哦。但是他有驻军呢，他也不是驻军就是人肉盾牌啊，你不知道吗？所以你这个逻辑不成立啊。如果人肉盾牌就是他没有驻军，这2个人在前面一打起仗来，他2个人先帮到我挡着，我没有驻军在那里，那就是这样啊。我驻军在那里那不就是人肉盾牌吗？你说呢？所以你对这个形势有基本判断不对啊。情况上一期说到的上海磁悬浮，我前几天刚做了一次，实际运营速度只有240左右，跟普通城际动车的速度差不多。成都和重庆之间的高铁速度也能达到350啊。OK， 陈 Charles 谢谢啊。Helen 谢谢王老师节目，请王老师喝咖啡。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